先来讲这个维纳斯，看一看啊，这个大家有做啊，这个案例也挺精彩的。这个案例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女生想知道男生还会联系吗？女生说他们这次已经分手复合2次了，每次都是男生求复合，这是第2次男生主动向女生求复合，问了一下女生结婚的事情，结婚的话，这里问了一下女生结婚的话，女生家里那边的习俗是怎么样的？女生这边就告诉男生了，男生听完以后呢，就开始没说什么，也说没有问题。后面我看到这个案例我都笑了。后面男生跟女生说这些要求太高了，会达不到要求，女生就妥协了一些。现在是男生突然不联系，女生打电话问什么情况，男生说不合适，说自己配不上女生，不想耽误她，就挂了电话。后面打电话也不接，女生很郁闷，她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商量，前面都是答应的好好的，突然变卦说分手，让她有些想不通，找我看牌阵。那这是女生抽的维纳斯，大家看牌面先找找重点，或者是看牌面的感受，或者是特点吧。大家看一下，是你们的话，你们会看到什么东西？火很强，对，8张牌5张都是火元素，对不对？女生的3张牌都是火元素，我想到压力大啊，OK，火都很强，且都是逆位，逆位多。牌面只有男生2张牌是正位，对不对？好，这是一个。那我们重点找出来了，火特别重，都是逆位的情况下，就憋着股火，憋着股劲儿的感觉。那在我们通常情况下，尤其是这种背景非常完整的案例里面，我们除了分析牌面的重点以外呢，女士的要求男生觉得满足不了，但这个部分其实背景里说了的。除了在这个背景里，我们分析完重点之后，很多同学会忽略的一个是，我们需要结合这个背景去分析这个案例我们的解读维度，这是很多同学能力不具备的，最后就很像怎么解都很像在解读背景，因为没有做维度解读的拆解。事实上，这种案例，尤其是这个背景的案例，已经分了2次了，等等，我们很多情况下就会是最后就很容易变成这个女生真的很着急、很焦虑等等，男生真的压力很大，最后他们俩未来很迷茫。你说错了吗？也没有错，但是会有种解了跟没解一样。有这种问题的可以扣个2。这种问题案例课上出现过很多次了。那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意识到这种背景的问题，他问这次会不会联系，大家要知道这个只是行为特征、行为模式的分析，这是行为模式的分析，会不会来找我？你用8张牌只最后落到回到一个点，他会还是不会？这只是分析到行为模式。可事实上，塔罗它不是只能够分析行为的，它是能够分析行为背后的什么？大家还记得冰山理论吗？它是能分析行为背后的真正的成因、动机、心理，对，潜意识深层。我们经常就是大家在解读案例的时候，解着解着忘了这点，最后会一直在纠结会还是不会。可是这个案例其实不止这个案例，很多案例都是我们要分析的是冰山以下的部分，就是 OK 它会和不会之后，它的背后更深层的关系，他们更深层的模式是什么？这个男生他本质上的逃避属性，你们有分析到吗？在这段关系中，其实这个男生是他只是因为所谓的彩礼的原因，还是这个男生本身他只是抱着能结婚了我们再往下谈，不能结婚就不谈了等等。我们需要去分析的是这些行为模式背后真正的成因，然后真正更深层的心理动机，最后回答到这个问题，那就是说，即便他这次找你，可是他的深层想法也不认为要跟你结婚，怎么样？又或者，即便他这次不找你，那本质上怎么样？找和不找，它都只是一个行为表层。实际上，我们要挖掘的更深度的话，是需要去挖掘这个的。所以，找和不找只是问卜者的困惑，但它不是他们关系真正的问题。好，这个能理解的扣个1。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解着解着变回了啊，找了还是没找。可是你回答找和没找，你都会发现这个问题你没有解透，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只分析了行为模式，你没有分析塔罗是能够真正的照见一个内在的动机、内在的模式的，明白了吧？好，我们这个撇出，我们按照这个背景去分析女生的3张牌，3张都是逆位的情况下，还都是火元素。大家做作业的时候怎么分析的？大家看到的都是逆位，且3张火元素，容易极端，什么意思？自杀、闹分手、跳楼、想和好不行动、暴躁、情绪波动大、情绪极端，是的，执着、压抑和泄气都对，但都是逆位呢？你们说的好像正位也都成立啊，都是逆位的情况下呢，只顾自己需求，还有呢，都是逆位。看看同学分析牌阵，我只觉得男生压力大，觉得自己扛不住放手，基于背景说不会这么快，说不联系就不联系，看不到更深入的。希望被压抑得不到满足，是的，行动变形。对，我们说火元素本来就是燃烧的，而且都是你看国王那个高塔，它其实都是热烈的燃烧的，对不对？当它正位的时候，这2张牌当它逆位的时候，就是那种本身是一个熊熊大火的感觉，是被压制住的。什么是压制住呢？它有火发不出来，
又或者是他有很多的愤怒，他有很多的焦虑，他有很多的这种想要做的事情，他自我很多的表达，但是他想说说不出来，或者没有人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火元素逆位极致的情况下，而且他3张都是火元素，所以其实这个女生应该是有觉得跟这个男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箭在弦上，结果这个男生突然消失，他会有那种他自己的很多自我价值、自我信念被打压。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火元素跟那种自信的感觉有关吗？跟自我价值、跟那种愿景的能量是有关的。对，火元素是很需要竞争、很需要去展现、很需要去外放的，它是阳性能量。现在因为他谈了家里结婚的事情之后，这个男生马上消失了，所以他的自我价值是受到损失的，所以才会有国王的白羊座，才会有高塔的火星。好，这个能理解的扣个一。什么是自我价值呢？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要求提太高了？是不是我说的东西吓到他了？是不是我这样说把他劝退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是一再妥协的情况下，仍然还有这个想法。所以其实他的自我意志、自我价值、自己对自己的那种肯定、自信心，其实是被打压和压制的。这个是他现在3张火元素都是逆位的特点。好，这个有分析到吗？我估计很少同学会分析到，因为你们会忽略了火元素这个特质。所以你想想，一个女生，你正常的结婚，你只是正常的形容老家的习俗，你问了我就说，对不对？那你不同意你就不同意。可是，在这个情况下，你马上消失，因此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太过分了？是不是他被我吓跑了？马上开始产生了自我怀疑。所以本身我们不会通过国王逆位马上得出来自我怀疑，然后呢也不会高塔逆位得出自我怀疑。可是你会发现在这样的背景下，3张的都是火元素逆位的时候，它火元素那种逆位的压制的不自信。最后被我们推出来，它很容易产生自我怀疑，或者自我贬低，或者自我意识的这种压制。所以一再妥协的情况下，还是这个结果，他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妥协的不够？是不是我应该要说的少一点？等等。我觉得这个女生一定有这种很焦灼的、很焦虑的情绪，这个明白吗？好，这个能理解的。如果你觉得竞争的心态你能说得通，那你就可以说。但是如果你就说不通，其实单纯的用这个词去套用是没有意义的。有，肯定有，这个女生肯定有的。她会不断的压制自己的火元素，压制自己的自我意识。所以大家要知道，火元素除了跟焦虑、跟焦灼、跟行动力有关以外，火元素是跟自我意识、跟自信心、跟自我信念有关系的。这个是我们解读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忽略的。好，可是与此同时，我们看一下男生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看男生的状态会有什么特点？男生的状态一会儿星币一，一会儿吊人，一会儿权杖十逆位。你们看到感受，首先星币一和权杖十就是一种极大的能量差异，这个看到了吗？星币一和权杖十，对，极大的能量差，不表露自己内心想法，男人做的少，但觉得自己付出的多，说的非常对。首先，很多同学可能会困在，哎，现状是星币一是什么意思？但是未来又是权杖十逆位，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差。现在是数字一，未来是数字十，还是逆位？这也是为什么我后面觉得这个男生会找回这个女生。这里是一个推导思路啊，也是一个不错思路。因为我觉得男生现在挂断电话，说不想耽误他等等，这种出于现实层面上的考量，选择逃避这个情况是刚开始有。我再说一遍啊。这个男生出于现实情况的考量，选择回避、逃避这件事情是这个情绪其实是刚刚开始有的。为什么是刚刚开始有呢？我在这里说一下，现实情况和选择回避这种逃避的这个情况，这个男生是刚刚开始有的。怎么看刚刚开始有呢？是因为星币一。我们说过，所有的数字1号，尤其星币，它其实是这个元素还不太稳定的状态，它刚刚冒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自己算了笔账也好，或者是听完之后习俗乱七八糟，肯定跟彩礼这有关系哦。他会觉得说，从现实维度考量的话，它是一笔大支出，或者怎么样。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男生现在消失、不接电话等等，这个情绪其实并不成熟，但他确实是开始打这个算盘了。所以这个是数字1，是出现在当下这个位置。好，这个能理解的扣个1。如果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数字1的出现是其实意味着刚刚开始的话，你们就理解不到权杖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后面他们俩会有联系，是因为这个男生刚刚开始打算盘，所以刚开始打算盘的时候是他最恐惧、最害怕以及原先没有考虑过的情况，这是星币一的情况。所以呢，男生的位置其实当下反而不是他最坚定的，而是他当下刚开始逃避的时候。这个能理解吗？你说难受肯定是有的。好，这个是星币一的状态，所以男生当下的逃避意识，基于现状的考量，基于现状的评估，以及对于现状的土元素嘛，对于现实的物质层面上一些算盘，他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超出他的预期了，所以他是往右的，明白了吗？但是国王逆位当下其实是
执着的，他不是考虑未来的，而是一个是他自信心觉得被打压，觉得很没有面子，或者自尊心受挫。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女生会觉得说，这个关系里面原先都是男生找我复合，高自尊的情况下都是男生找我复合，这次因为听了我的这些东西，马上就开始怎么样撤退了，他会觉得不爽。所以回答到前面有个同学说的白羊座，我觉得这个女生当下一定是有充满了不爽的情绪的。好，这个能量差异听懂的扣个一。所以他们俩想根本不是一个事儿，女生想的是情绪的事儿，男生想的是现实的事儿，他打的不是一个算盘。好，这个部分能理解吗？我们既能够看到女生3张牌它的核心特点，我们刚开始分析的是她们的核心特点，也能看到男生3张牌的核心特点，同时也能分析到女生的当下状况和男生的当下状况。这里面分析了2步，第一步是什么？女生现在和未来的状态差异或者连贯性。第二个是能看到男生现在和未来的能量差异。第三个能看到男生和女生现在的能量差异。其实全部都说出来了，接下来大家就一张一张解读，该对比能量差异，对比能量差异，能分析出更多的，分析更多的，你的框架就搭好了，好吧？这是女生当下，这是男生当下的。女生关系对女生的影响呢？权杖7逆位，大家觉得呢？关系对女生当下的影响，大家觉得呢？想放弃了，感觉失望。还有说的更全面的嘛？孤立无援，都说了关键词啊。本质上其实是什么？孤立无援，大家说的都对，想办法坚持和失控。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女生她并不是说她想放弃了，是她没得抓手。本身结婚2个人的事情，结果还有1个人面对。哎，对，是的，本身就是一个孤军奋战的状态，再加上外界阻力等等，扛不住。所以呢，权杖7是火元素的一个，而且它是1个人的画面，所以我觉得他是1个人无法去面对的压力和焦虑的状况。本来是2个人的事情，现在1个人在面对，对，束手无策。可是到男生的状态呢，他是一张吊人，大家还记得吊人对应哪颗行星吗？吊人对应哪颗行星？海王星。海王星最大的特点大家还记得吗？海王星长这样，它最大一个特点是对朦胧、逃避、消融。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他为什么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又或者是没有把很多的我觉得太过怎么样说清楚，马上就消失不接电话，本质上这个方式就非常吊人。对于男生来说，我配不起，那我解释也不想解释，或者我不想花更多时间解释，其实他就是逃避，他也不确定他能不能解决好，他也不确定他能不能怎么样，他就是选择逃避。包括其实你看到男生说的话，他的动作都跟吊人形式非常一样的。我虽然难受，可是我还是逃避，逃避可耻，但是有用。我觉得给不起，我觉得我配不上，我觉得太贵啦，等等。一个人吊着，他也不坦诚，他也不直说，就对他来说，我觉得这段关系就这样了。这是吊人和海王星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对于吊人有更深的理解，都可以加进去。所以你说男生难不难受？我觉得肯定是难受的。他有没有怎么样？他肯定是有的。在这个情况下呢，他选择用最懦弱的方式，那我就逃避。我算了账，我觉得我扛不起，那我就逃。这就是他吊人。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要回到跟大家前面讲的关于行为模式到相处模式的变化。行为模式呢，其实就是这个男生消失了，不管不问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如果在解读的时候，你要更深层的说，你要意识到是这个男生或者这段关系中，这个女生的自我价值其实是不断的在降低的，她的火元素都是逆位，他们的相处其实是靠女生不断的有退让，自我价值的压制的。可是这个男生面对任何的问题的解决，他不是沟通清楚，也不是说清楚的，所以他们的牌面没有风元素，而是选择逃避的方式。而这个方式跟男生会不会联系你没有关系，他就算这次联系你了，我觉得这个男生对于感情问题的相处，他就是这样的，出问题了，他会下意识的选择逃避，而不是选择沟通清楚，或者是有始有终。这个是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在这段关系中他们的相处模式带来的，无关乎这次会联系还是不会联系，而是他们性格底色带来的。这个是塔罗里面我们能够照见的更深层的相处模式。如果你们只是停留在他也难受，但是呢他觉得不划算，那你很难受，你很焦虑，那你解读的非常浅层，在更深层里面是他们的相处模式里面，男生选择逃避，而女生希望直白，或者女生希望明确，但在这个过程中女生也会退让自己的自我价值。好，这里能理解吗？这个案例如果大家解读不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你解什么都像在解背景，它一定是你要对案例和背景有更深层的理解，明白了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看阻碍。阻碍是一张月亮，刚好也是这个同学不会的。月亮在讲什么？大家想想，月亮在讲什么？对未知的恐惧，我觉得也是逃避，不安、迷茫、恐惧、潜伏的危机、直面最深的问题。是的，双鱼也是双鱼能量，对不对？所以它一定也跟恐惧有关系。我觉得他们之间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之间有很多没有直说，或者是没有直给的，或者没有说清楚，或者没有表达清楚的东西的，一定是有的。
没有直给的，没有表达清楚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对不敢面对现实啊，那这个阻碍我觉得更多确实来自于男生，因为它是水元素的延续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确实本身有这种男生带来的这种对于未知的恐惧啊，还有月亮逆位还有内容。藏得深是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多久啊，但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确实一直有没说破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女生，但这就是另外一个解读背景啊，需要跟问卜者沟通，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大概率会有个问题，我觉得在他们沟通这个部分的时候，结婚的话，女生那边有什么习俗？我觉得这个女生的表达方式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吗？怎么看女生的表达方式是有问题的，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月亮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女生她三张都是火元素的情况下，她一定是一个很自我的。哦，我们老家那边娶一个女孩子的话，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她一定是很直接、很直给的，非常直的说出来的所有条件。这很符合火元素没有任何的隐藏，非常诚实的特点，但是也意味着没有任何的修饰，并且会非常的粗鲁，粗鲁打个引号，就是很直接。这个大家能理解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在跟男生相处的过程中，应该也非常自我的一面。可能大家没结过婚，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正常情况下呢，男生可能会觉得，我想问一下，结婚的话，你们那边会怎么样，或者你们家的需求是什么？会有这样问，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环节，至少到目前为止。可是火元素，全是火元素的人，他会怎么说？他会一五一十的说，在我们那里结个婚，可能尤其像江西，我当时听到的要50万的彩礼啊，要怎么样，爸妈希望怎么样啊，买套房等等。我觉得这个女生肯定是1、2、3、4、5很直接的表达，但她的直接可能是完全忽略了她的对象是她男朋友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对象是一个月薪5000的人，我随便举例子啊，他是个月薪5000的人，你依然不加修饰的表达这个部分，那其实是你没有去照顾到对方的情绪，这个能理解吗？所以你要说女生在相处的过程中没有问题吗？我觉得肯定不是的，全是火元素的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一定是有问题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提醒到问卜者，在这段关系中，他的相处其实是忽略了对方的感受的。那就好比说，如果我要跟一个学生去讲，你现在解读的不好，或者是你，哎，老师，我问你，我要怎么样一个月解读能够到10万？如果我忽略了你现在当下一个月只有2000块的收入，我就直接说啊，一个月10万的人呢、从早工作到晚，你要怎么样，然后你要买这个工具，你会觉得你很受打击。这个打击是因为哦，原来我做不到一个月10万，我没有照顾到你是目前一个月靠塔罗只能收入2000的人，你的现状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去照顾你的情绪？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去说。这个是我如果看到了你，看到了你的窘境或者看到你的问题，那我会照顾你的情绪，一点一点一点的说。可是我觉得全是火元素人显然没有这个特点，这个大家能理解了吗？是的，所以在对方看来，他很容易觉得是在施压。这个就是为什么对方会是吊人，为什么阻碍会是月亮？因为月亮就是会有朦胧的不清晰的部分，明白了吗？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牌面行为模式背后更深层的心理动机。对，火元素极致的自我和直接，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阻碍既有说男生对于未知的恐惧，但同时也有女生其实忽略对方以及忽略关系中隐藏的危机，结合他的火元素太直接，对，过多表达，明白了吗？是的，其实3张火元素太直给了，最后的结果权杖3逆位。我们先说结论喽，大家觉得会复合吗？或者会有联系吗？会有，回头是岸。我也觉得会有联系，因为未来3张都是火元素，还是你小火慢炖，它也是火嘛。所以权杖3逆位呢，我觉得它也不是一张非常决绝的牌，但是不一定是复合，反正我觉得确实会有联系。那女生未来的想法，高塔逆位，其实我觉得她的情况反而是加剧的，所以联系之后可能会有更大的打击。或者是更大的破碎，我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觉得女生会去问个清楚。那我看到女生的情况恶化，我一般会打个预防针。那打预防针呢，就回到我们要去告诉她真实的情况。这个男生本质上是带有逃避的心理，以及说他其实本身是一个没有意愿要解决你们之间现有问题的一个男生，他就是觉得娶你性价比不高。说实话，这组牌就是觉得娶她性价比不高，太贵了，非常现实的东西，会让女生的自尊心第2次崩塌。所以给他打好这个预防针，反正看到后面会有更进一步的崩塌，要不要联系看他自己。但是呢，拦不住的。男生未来是权杖10逆位，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其实也是看到男生的情况也是恶化，我才去判断他们俩会更进一步的有联系。只是这个联系不愉快嘛，所以我觉得男生一个是确实觉得压力很大，以及我觉得他会感觉到被施压，扛不住。再加上我觉得这个男生的能力是不足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的。他们之间是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女生习俗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女生她就算妥协。他妥协之后的标准，我觉得男生能力也过不着。这个就是为什么女生也很痛苦，男生压力很大的原因。所以从总体发展来看，他们俩的发展并不如意。但是呢，这一次不会直接的断，
以及我觉得这个男生他习惯用逃避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女生在关系中不断的降低自我意志。所以总的来说，这段关系不能让两个人都变成更好的人。Over，明白了吗？后面这段大家听明白了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从行为动机分析到心理动机，一个感情的分析是可以到这个深度的。